今天要不是伊温寒先生邀请我来观赛，我还不知道有人胆大妄为，冒充安妮。你到底是谁？各位，这是安妮唯一认证过的海外社交账号，她的画稿以及新品都是通过这个账号进行首发的。哦，这个账号我知道，这是他平时发作品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知道的呀，知道了，他就是真的假的。安妮从不想抛头露面，但没有想到，如今抄袭和造假如此猖獗，不得已，只能用这种方式自证。宋芝芝才是假冒的，肯定是假冒的呀！这个骗子，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？真好意思，宋小姐，不要脸了！拿出点证据。你干嘛？这条手链真的很衬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新婚快乐！这条手链是我送你的新婚礼物，这枚戒指是你的回礼。安妮，是你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这位呢，是 Selina， 是我海外账号的代理运营。大家好，我可以证明，我旁边的宋芝芝小姐就是真的安妮。安妮，怎么可能？这些年我们都通过互联网联系，也没有真的见上面。几天前，伊温寒通过互联网私信安妮的账号，说有人冒充安妮。为了不让安妮的名誉受损，我必须出来打假。但没想到，宋小姐不是冒充的，她是真的安妮。哦，是这样。理解了，一场误会。是来打假的，没想到啊，我也是。安妮，刚刚在门口，伊温寒说，为了加深打假的力度，让我自称安妮进场。他还给了我一张卡，这里面有100万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答应他的。现在这笔钱由你做主。既然你这么慷慨，那这笔钱我就收下。我会拿这100万捐给国际珠宝基金协会，成立一个专项基金，给广大的消费者们打假。宋芝芝，谢谢喽。哎，不过今天当众打他们脸，真的是大快人心，真爽。演得不错。这次比赛，我会故意模仿安妮的画风。伊温寒这个小人，必然会怀疑我。我还刻意让他顺走了我的设计稿。以他的性格啊，他肯定会大做文章。你这招行啊，引火上身。我这不叫引火上身，我这叫引蛇出洞。哎，
阿姨，芝芝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白坚给我打电话，他说警察已经把视频拷走了，应该可以很快就还小斐一个公道了。这么快呀？对啊，我还特意打电话叮嘱白坚，一定要保护好证据。还是你们年轻人做事情想得周全。哪有啊，阿姨，这么多年你对这个家尽职尽责的，现在小斐出事儿了，我肯定得尽全力报答阿姨。真是长大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现在网络上的舆论都已经转变了，大家都在痛骂易文涵。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嘛。当初聂文芝为了嫁进我们宋家，费尽心机，先是把亲儿子易文涵送进了福利院，然后领养了聂小斐。现在聂小斐弄巧成拙，犯错害了易文涵，聂文芝一定不会放过他。看来我可以从聂小斐下手，来瓦解他们。谁啊？我们公安局的，请开下门，配合调查。稍等一下。你怎么能报警啊？别着急，报警也是以退为进嘛。后面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是你亲妈，能害你吗？那我现在怎么办？警察都已经到我家门口了。先别慌，待会儿你跟他们走，尽量表现得镇定一点。不管他们怎么试探你，都说不知道。好。你是易文涵吗？对。我们接到报警，你涉及一起猥亵案，这个是传唤证，请你跟我们回一趟公安局协助调查，请你务必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好。小斐，姐，小斐，让我看看，阿姨是不是又打你了？她下手可真重啊！还真是的。什么都没搞清楚就打你，我没事，姐。这件事我不怪妈，是我自己连累了宋家。喝点粥吧。我吃不下。小斐，姐姐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你也不能不吃东西啊。你看你，都憔悴了。家里的人都很担心你。小斐，把这粥喝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哦，对了，告诉你一件好事儿。我们报了警之后，
现在网上的舆论都已经导向了你，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勇敢的女孩子。作为公众人物呢，也给一众女性带了个好头。小斐，你放心吧，警察一定会查清楚真相的，还你个公道。不过通过这件事情，我还挺感动的。阿姨能够这么在乎宋家的名誉，爸爸和奶奶都同意报警了，她还在犹豫。这知道阿姨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一点也不在乎女儿的尊严还有事业呢。芝芝在陪着小斐啊。阿姨，你来了。小斐，刚才公安局来电话了，一会儿妈妈陪你一起去做笔录。阿姨，小斐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聊。小斐，别害怕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警察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我给小斐请了最好的律师。这一次，一定要让易文涵受到严惩。黑幕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你初赛的作品就是抄袭我的。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你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。先生，以往所有的作品都是他人代笔完成。我跟易文涵先生之间的交易已经有5年了。当年我母亲病重，急需钱，这些图都是我设计的。这是我当时做的版权登记证书，还有这些，是易文涵向我购买这些作品的版权转让协议，来当做他自己的作品进行发布。你是在诬陷我！你是在诬陷我！画是你抄的，人是你找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易文涵，我宋家待你不薄，你竟然如此道德败坏！从此刻起，取消易文涵本次大赛参赛资格，暂停公司内部职务，听候调查处理。宋芷芷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松开，松开！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避免这些误会，让我家宝贝芝芝受委屈了。芝芝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次发生这种事情。相信我，好不好？我要是不相信你，我就不会来了。芝芝，
让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可是，你知道的，爸爸他一直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他觉得你配不上我。再加上这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怕他。明白，我都明白。不如这样，全新珠宝最近有个设计大赛，我要是能在这次大赛上拿得冠军，是不是就能向国父跟全世界证明我自己？如果你拿了冠军，爸爸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。这次大赛我倒是挺有信心的。可是芝芝，你这次也不打算参加吗？我就不去了。那这次的参赛作品，我会帮你的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会像以前一样帮你。你让我帮你画的画稿。什么你的我的？你知不知道我每一天我都在忍辱负重，知不知道？芝芝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文涵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走了。刘小仙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来，让我送送你。那你注意安全啊！李文涵，这次大赛就是当众揭穿你们阴谋的开始。看来这宋小姐很喜欢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啊。要真有什么事儿，我就不叫你过来了。不是你跟我说的，不要让我跟易文涵翻脸吗？我这叫逢场作戏。你拉我入局，却什么事都不告诉我。宋小姐，你说，接下来该怎么合作？我上次给你打电话，你对我这么冷漠，我这不是害怕吗？怕你嫌我麻烦。你还生气？既然怕，那一开始就不应该来招惹我。如果我有别的选择，我也不会找你啊！什么人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忍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下一次，我一定事事都跟你商量，好吗？这还差不多。说吧。宋小姐找我什么事？我这有3根头发，还得麻烦你帮我做一下亲子鉴定，看看这3人之间的关系。发现什么端倪了？这不还是受到了你的提示吗？金钱、亲情和爱情。等结果出来了，我再告诉你。这可是我们的秘密。宋小姐秘密还真不少啊。今天天气不错，要不然我们去湖边走走。问你个事，我听说宋家仓库里有一批很珍贵的原石，是产自斯里兰卡的高端原石。听说还有故事，你对它了解多吗？故事我倒不知道，但是珍贵确实是。故事不重要，珍贵就行了。宋小姐，如果宋家还有存货的话，我想全都买下来，作为收藏。
不过我们公司应该是有专门采购原石的部门吧？这应该属于商业机密，平时我也很少过问。不过呢，如果要是我的未婚夫，你想知道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找人帮你问问。行，见货佳音。不过相对于宝石，我更喜欢它的设计。当然，宝石再好，设计不好一样不值钱。而且我最近对一个名叫安妮的海外设计师特别感兴趣。你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啊？明知故问。冷啊！把衣服穿上就不冷了。你这是干嘛呀？罚你对我不坦诚。你怎么还报复人呢？你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为什么你会出现在之言出事的废弃工厂？这真的是巧合吗？又为什么你出现在酒店，刚好被人拍到？季白剑，你的出现改变了整件事情的走向。看来我得找个盟友。看够了吗？你不好奇我为什么来吗？不好奇。季先生在生日夜还有废弃工厂连续2次救我，我是来登门道谢的。不用了，我说过了，巧合而已。在跟你退婚之前，我收到了一样东西。你调查我？我调查你干嘛？这是一个匿名邮箱发给我的，他跟我说，这上面的女孩是你的真爱。我心里想，既然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还要被迫跟我结婚，那我还不如直接退出，成人之美。秦静香，我前女友。前女友？我回国之前我们就分手了。哦，那是我误会你了。那聊聊你吧。你好不容易和我解除了婚约，为什么突然间又拒绝了易温寒的求婚？因为他要杀我。啊，我逗你的，因为我发现他不爱我。那说说你来这儿的真实目的吧。我想跟你合作，我希望我们2家可以强强联合。据我所知，你们家设计部资源都在易温寒手里啊。聊合作的话，他来更合适吧？易温寒马上就要被我扫地出门了。你刚说他要杀你，然后又说他要被你扫地出门了。
哪句真哪句假呀？你不信我？那好，我去找季伯伯聊。合作也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和我恢复婚约。恢复婚约？他怎么也提出恢复婚约？宋小姐，如果你不能成为我们的人，那我倾尽季家之力去帮助你们宋家，我可是不放心的。除非你能成为我的妻子，并且保证永远不会背叛我，我才会帮你。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们互相要求的，也请你洁身自好。再见。芝芝啊，这么急着叫我过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奶奶，今天请您回来，是想让您主持大局的。我刚听到宋芝芝的秘书跟他说，他们拿到了绑匪的资料，如果他们去查转账和就医记录的话，您说可怎么办呢？主妈，先生和太太对我这么好，我肯定是要尽心尽力的为主家分忧的。那你怎么解释事发当天你收到的那笔钱？这件事情，转账在先，之言出事在后，而且转账的人竟然是聂小斐。小斐，你来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？聂小斐，虽然你不姓宋，但我们宋家待你不薄吧？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？我，小斐，你脑子笨，嘴也笨吗？说话呀！这是不是你前几天跟我说，叔妈的儿子要做手术，是不是那笔账？对，看我这记性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你看我这记性也不好，我怎么忘了小斐的大恩了呢？阿姨，您看了吗？您没看就知道是同一笔钱啊。芝芝，阿姨的年龄虽然不小了，但是前几天的事情，我还是记得住的。好。这个人您认识吗？我前夫。奶奶，之言就是被他前夫绑架的。朱妈，还不快说实话！你和你前夫到底在算计什么？老太太，我说，我家孩子生了病，我前夫是个烂赌鬼。拿走了孩子的救命钱去赌，没想到他又赌输了。追债的人到家门口威胁说，如果还不上钱，就伤害我儿子。都是债主逼我的，电话也是打给他们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没办法就伤害我的孩子啊！如果是要钱，为什么要拍我裸照啊？说，到底是谁指使的你？还真没人指使我，具体发生什么，我也没在现场，我还真不清楚啊。朱妈，如果你不老实把事情说清楚，那下半生
就只能在牢里度过了。您的孩子怎么办？即便是有人照顾，也不可能是全心全意。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。那这样来说，他又跟孤儿有什么区别呢？您觉得值吗？芝芝说的对，你为孩子好好考虑一下。既然朱妈都已经交代了，事情也已经清楚了。老公，那咱们就报警吧，交给警察处理。阿姨，您急什么呀？朱妈还没说完呢。好啊，朱妈，你接着说。先生，太太，我们都是为了钱才干的，没有人指使，辜负了你们，我认了。叮嘱朱妈，如果事情暴露，她必须自己扛下来。至于和你的联系，她可以全部都推到你债主身上。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阿姨带你进了宋家的门，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阿姨为了宋家的家产指使你干的。文芝啊，我可以把管家权交给你，我也可以把它收回来，所以不该有的心思不要乱动，宋家的家产只能姓宋。妈，您是误会我了，用人不当，的确是我的错，马上就改正。小青，把朱妈带下去，一会儿报警。我走。妈，我有错，我一定改。但是您老刚才说的那些有的没的，我真的没有那么想过呀。您看看这么多年，我在咱们宋家衣食无忧的，小山他对我也不薄啊，从来没有亏待过我，吃穿用度也从来都没少过我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缺呀，妈，我为什么要那么想呢？妈，我知足，我对咱们宋家，我是充满了感激之的，老公，你知道我的。哭，一天到晚只知道哭，看着就让人心烦。小山，陪我出去透透气。